这次课讲庄子的人间世。人间世讲人如何在现实中活着。这一篇分两大部分，第一部分讲处世之难，第二部分讲无用之用的处世态度。第一大部分有3个故事，第一个颜回见仲尼就不讲了，直接跳到第二段故事。射公子高将始于齐，问于仲尼曰：射公子高将要出使齐国，问孔子说：王使卓阳也慎重，齐之待使者，盖将慎敬而不及。楚王交给我极为重要的使命，齐国对待外国的使臣，表面上总是很恭敬，实际上却迟迟不肯依允别人的请求。匹夫犹未可动，而况诸侯乎？一般人尚且不易被感化，何况是诸侯呢？吾甚厉之，我感到很害怕。子常与诸良也曰：凡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欢成。您曾经跟我说过，凡事无论大小，很少有不依于大道而能成功的。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。事情如果办不成功，就必定有君主的惩罚；事情如果成功，就必定忧喜交集而致疾病。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无论是成功或是不成功，都不会遭到祸患，只有得道之人才能做到。吾食也之粗而不脏，篡无欲清之人。我平日的饮食极为粗淡，而不追求精美，在家中也不是贪求清凉的人。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与？现在我早上接受使命，而晚上就要喝冰水，我大概是内心焦灼了吧。吾未至乎事之情，而既有阴阳之患矣。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。我出使之事还未实际进行，就已经喜惧交战于心中而致疾病了。事情如果再办不成功，必定有君主的惩罚。士良也，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于我来。这双重祸患，做人臣的不能够承受，请先生教我避免祸患的方法吧。仲尼曰：天下有大戒2，其一命也，其一义也。孔子说，天下有2个不可逾越的大法，一个是天命，一个是道义。子之爱亲，命也，不可解于心。子女爱敬双亲，这是自然的天性，是心中天然而有的，不可解除的。臣之事君义也，无事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人臣侍奉君主，这是应尽的社会职责，属于道义。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没有国君，在天地之间是无法逃避的。视之为大戒，这就是所谓的不可逾越的大法。是以夫视其亲者，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。所以子女侍奉双亲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都要让他们安适，这就是孝心的最高体现。夫视其君者，不择事而安之，忠之圣也。人臣侍奉君主，无论被命令做什么，都要安心的去做，这就是忠心的最高表现。自视其心者，哀乐不易失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得之至也。自我调养心性，哀乐之境都不能影响到自己的情绪，知道事情无可奈何而能够安心的去做，这就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。为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，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于悦生而勿死？夫子其行可矣。为人臣子的本来就有不得已的事情，但只要尽力去做事而不顾自身，哪里还会有贪生怕死的念头呢？你这样去做就可以了。时间关系呢，第2个故事的下半段就不讲了，咱们直接跳到第3个故事。颜和将复卫灵公太子，而问于瞿伯玉曰：颜和将被请去做魏国太子的师傅。临行前，他问瞿伯玉说：
有人以此积得天杀。现在有一个人，其天性凶残嗜杀，这个人指的就是魏国太子。与之为吴方，则为吴国。若依随他而不依法度规矩，就必定要危及国家。与之为有方，则为吾身。若以法度绳墨之言规谏他，就必定首先危及我自身。其智是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，他的智力足以能够看到别人的过失，而不能看到自己的过失。若然者，无奈之何？像这样的情形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瞿伯玉曰：“善哉问乎！戒之慎之，正汝身也哉。”瞿伯玉说：“你问得很好，要警戒，要谨慎，要先端正你自己。行莫若就，心莫若和。外表应表现出恭敬随顺之态，内心应存有调和诱导之意，就是看到他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还是要引导教育。虽然知二者有患。”虽然如此，这两种做法仍避免不了祸患。旧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外表虽然随顺他，但不可与之关系过密；内心虽然调和诱导他，但不能心意太露。行就而入，且为颠为灭，为崩为绝。外表随顺太过分，将会与之同流合污，而使自己腐败毁灭，崩坏绝倒。心和而出，且为声为名，为妖为孽。调和诱导太显露，他以为你在争名声，必将招致祸患。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。他如果像婴儿那样无知，你也和他一样像婴儿那样无知。彼且为无挺奇，亦与之为无挺奇。他如果没有界限和约束，你也和他一样没有界限和约束。彼且为无涯，亦与之为无涯。他如果放荡不拘，你也和他一样放荡不拘。达之入于无疵，顺着他的心意，渐渐把他引导到没有过失的境界。汝不知夫螳螂乎？你不知道那螳螂吗？怒其必以当车者，不知其不胜人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奋力举起臂膀去抵挡车轮的前进，他不知道自己不能胜任，这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本领看得太大的缘故。戒之慎之，激发而美者以犯之，激矣。要警戒，要谨慎，常常炫耀你自己的才德，去触犯暴君的颜面，那就危险了。汝不知夫养虎者乎？你不知道养老虎的人吗？不敢以生物与之，为其杀之之怒也。不敢把活的生物给老虎吃，因为怕它在搏杀活物时引发凶残的天性。不敢以全物与之，为其绝之之怒也。不敢把整个动物给老虎吃，因为怕它在撕咬动物时引发凶残的天性。食其饥饱，达其怒心，知道老虎饥饱的时刻，顺着它的喜怒之情去疏导。虎之与人异类而媚阳极者，顺也，故其杀者逆也。老虎与人不同类，却向饲养人摇尾乞怜，原因就是养老虎的人能顺应老虎的性子，而那些遭到虐杀的人，是因为触犯了老虎的性情。夫爱马者，以筐盛食，以肾成尿。那爱马之人，用竹筐接马粪，用珍贵的蛤蜊壳接马尿。是有文盲仆原而辅之不食，则缺贤回首最凶。刚巧一只牛虻钉在马身上，爱马之人拍打得过于突然，马受到惊吓，咬断嚼子，挣断辔头，弄坏胸络。意有所至而爱有所望，可不甚也。本意出于爱，而结果却适得其反，这可以不谨慎吗？以上是说处世之难，然后庄子通过5个故事讲无用之用的处事态度。将时间立射术这段放到最后讲。
南伯子期游乎商之丘，见大木焉有异，皆似千乘，引将避其所赖。南伯子期到商丘游玩，看见了一棵大树，它的高大异乎寻常，即使连接千乘车马，也能在大树的树荫下歇息。子期曰：“此何木也哉？此必有异才乎？”子期说：“这是什么树呢？这一定是异乎寻常之才呀！仰而视其细枝，则全曲而不可以为栋梁；俯而视其大根，则轴结而不可以为棺椁。仰头而望它的细枝，却是弯弯曲曲而不能做栋梁；低头看它的主干，却是木纹悬散而不能做棺椁。视其叶，则口烂而为伤；嗅之，则使人狂乘，3日而不已。舔舔它的叶子，嘴巴就会溃烂而被伤害；闻闻它，就会使人大醉如狂，3天都醒不过来。”子期曰：“此果不才之木也，以至于此其大也。嗟乎神人，以此不才！”子期说：“这一定是不成材的树木，所以才能长得这么高大。神人也是这样显示自己的不才呀。不成材的话，就不会被砍伐。”宋有经世就不讲了。支离叔者，以隐于其肩高于顶。支离叔这个人，面颊缩在肚脐里，肩膀高过头顶。会搓指天，五管在上，两臂为斜。脑后的发髻朝天，五脏的穴位随背向上，两胁与大腿靠在一起。错针织线足以糊口，骨侧拨经足以饲10人。他替人家缝洗衣服能够糊口，扬糠拨米能够赡养10个人。上征武士，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；上有大义，则支离右长戟不受功。国家征兵时，他罗袖挥臂而游于其间；国家有大的徭役时，他因为残疾而无需接受劳役之苦。上与病者宿，则受3钟与10束薪。国家给贫困生病的人发放救济的时候，他可以领到3钟的粮食和10捆柴草。夫支离其行者，犹足以养其身，终其天年。形体残缺不全的人，尚且能够养活自己，享尽天年。又况支离其德者乎？更何况那些德能残缺不全的无用之人呢？庄子这里的德指的是才能和品德，不具备才能和品德，你就是无用之人，就能够终其天年。庄子提倡大家不要具备才能，这个还比较容易接受。庄子为什么让大家连品德都不要了呢？庄子这里所说的品德是特指人为的虚伪的品德，比如忠孝仁义。忠孝仁义本来是好东西，但是如果你用来表演作秀，用来欺世盗名，这就不对了。庄子反对的是这种品德。孔子与婕妤也不讲了。最后是总结。山木自寇也，高火自坚也。山上的树木自己招来砍伐之祸，有指燃火，熬干了自己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桂树可以吃，所以砍伐它；漆树可以用，所以用刀割它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，却不知道无用的用处。庄子最后总结就是，人应当学会无用之用，不要炫耀自己的品德才能，不要迷恋于名利，只有清静无为才能保身全生。庄子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看一下《史记》记载庄子的一件事。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后必迎之，许以为相。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，派遣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，许以宰相之职。庄周校尉楚使者曰：“千金重利，卿相尊位也，子都不见交鸡之犀牛乎？”庄周笑着对楚国使臣说：“千金确是厚礼，卿相却是尊贵的高位，但您难道没有见过祭祀时用的牛吗？”养嗣之术虽熠熠文秀，以如太庙，当世之时，虽欲为孤豚，岂可得乎？喂养他好几年，给他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，
迁进太庙就当了祭品，就给宰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牛被宰的时候，他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猪，能办得到吗？子即去，吾吾我。我宁游戏巫毒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及，终身不仕，以快无志焉。您赶快离去，不要玷污了我。我宁愿在小水沟里身心愉快的游戏，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。我终身不做官，让自己的心智愉快。现在说的挺好，又是千金又是宰相的，等真去楚国上任了你再试试，说宰你就把你宰了。所以为什么庄子说子即去，吾吾我呢？不是说钱太脏太俗，你跟我提钱是侮辱了我的人格，不是的，这不是庄子的意思。庄子的意思是你拿钱做诱饵来钓我，想让我跟你走，你把我庄子想的也太简单了，所以庄子才跟使者说你赶紧走吧，别这侮辱我的智商了。庄子是这个意思。先休息一下。